谁说华山派青字辈的人都死光了？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据说当年华山瘟疫，有一位风清扬老前辈，当时不在山上，躲过了一场浩劫。莫非您就是风清扬，风老前辈？风清扬？难得世上还有人记得我风某。现在华山派的弟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好，既然你叫我教，那我就教你无妨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风老前辈，您慢慢教，我去放个水，好好学啊。前辈，其实和他斗上几招又有何难？我就教你30招，可是这些招你平时都学过，只是把次序兑换一下。你记住了，第一招白虹贯日，然后是有凤来仪，接着就是一招金焰横空，然后是结剑式，之后是旭日初升，风伴流云，烟雨飘渺，苍松迎客，晚月朗星，幻眼云烟，钟鼓齐鸣。你叫令狐冲？啊，我叫令狐冲。令狐冲，这30招要记住不容易。这30招就是要一气呵成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好，真的不容易，试试看。好，我试试。前辈，这白虹贯日和有凤来仪这2招接不上，格格不入啊！简直是蠢材，蠢材！难怪你是岳不群的弟子。剑术若是拘泥不化，是行不通的。剑术之道是讲究千变万化，随意变通。你刚才那招白虹贯日，剑尖往上，难道你不会顺势往下拖吗？虽然剑术的招式中其实没有这样的，难道你就不会别出心裁，随手配合吗？对呀，前辈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多谢前辈指点。对是对了，但是斧凿痕迹太深，太笨拙了。跟高手过招当然不行，但是对付这个小子应该可以了。去试试看。是，前辈。哼，田兄，请。请什么请？我们已经打了好几个回合了，胜负已分，不用再打了。那你不打算了？你下山吧，不送。风老前辈，我田伯光是后生小辈，不配和您过招。您要是想出招的话，未免有失身份。哎，臭小子！我不跟你下山，我跟你打100回合，是你输给我的。我不管你100招200招，反正你输了就跟我下山。我就不跟你下山，你输了就得跟我下山。我跟你妹下山，你妹！嘿，蠢材，手指就是剑呐！你那招金玉满堂，一定要用剑才行嘛！嘿。
好，跟我来。是。徒孙拜见太师叔，多谢太师叔指点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谢太师叔。怎么，现在还觉得我招摇撞骗吗？徒孙不敢，不过徒孙可以亲眼看见太师叔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哎，太师叔，你肚子饿不？你肚子饿的话，我去拿些干粮给你吃啊！啊，不用。哎呀，好久没有晒太阳了。他被你戳中了膻中穴，凭他功力，1个时辰后便会醒转，那时仍会跟你死缠。你再将他打败，他便只好乖乖地下山去了。你制服他以后，须得逼他发下毒誓。关于我的事，绝不可泄露1字半句。徒孙明白。不过太师叔，这个徒孙刚才取胜，不过是出其不意，只是侥幸而已。如果真要论剑法的话，徒孙恐怕赢不过他的。你记着，你是岳不群的弟子，我本不想传你武功，但我当年曾立下毒誓，有生之年，绝不再与人当真动手。那晚我试你剑法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使的华山派玉女19式，使得不怎么好，要不然怎么可能从你手中把这剑弹去了？事到如今，我只能借你的手，把田伯光打发，要他立誓保密。你跟我来。你看，壁上这些华山派剑法的图形，你大都已经看过记熟，只是使将出来，却全不是那一回事。哎，岳不群那小子当真是狗屁不通啊！你本是块大好的材料，却被他教得像蠢牛木马。太师叔骂我师傅，我不跟你学了。哎呦！耍小孩子脾气是吧？嫌我骂你师傅，我好，好，那我不骂他行吗？这样，你师傅叫我师叔，我叫他小子，这总可以吧？只要太师叔不骂我师傅，太师叔要徒孙做什么，徒孙就做什么。哎，现在倒好像是我求你学艺似的。这些剑招，就是本门的绝招。但是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。
你来破我这一招。这不算是招式，所以无法可破。所以说啊，切肉要有肉切，砍柴要有柴砍。敌人要破你的剑招，你需要有剑招给他破才成。就比如说有一个没有学过武功之人，拿了剑乱挥乱砍，你剑文再博也猜不到他下一剑要刺向哪里。就是剑术至精之人也破不了他的招式。只是不曾学过武功之人，虽无招式，却会给人轻而易举地打倒。真正上乘的剑术，乃是你一眼就能看出他招式中的破绽，然后你再出手无招。他没法破你的招，而你却破了他的招，那便胜了。要是敌人没有招式呢？那他也是1等1的高手了。你们2个对打，有时候他高，有时候你高，那说不定。这世上很难遇到这种人，我这一辈子只遇上3个。哪3个？你怎么那么多管闲事？你好好的学剑吧。哎呀，妙计妙！徒孙知错了。哎，你没有错，你没有错。其实你很对我的胃口。可是现在时候不多。你赶紧把华山派这34招贯通起来，一气呵成，然后把招数全部忘了，一招都不能放在心上，再用没有招数的华山剑法跟田伯光对打。是，太师叔。令狐兄，请你出来，咱们再比。太师叔，你看我刚才使的乱削乱砍剑法，能挡得住他的快刀吗？挡不住。挡不住，那怎么办啊？要挡不住，那就不挡了嘛。挡不住就不要挡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太师叔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既然要我下山，自然不会要我的命。我呢，不要理会他的刀法，只要顾着自己进攻就行了，是不是，太师叔？嗯，好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砍死你？天兄，你看我手受伤了，都流血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得休息1个晚上。这样吧，等我休息好了，明天陪你慢慢玩。小作一下。哎呦！
归妹驱无望，无望驱同人，同人驱大勇。后面呢？甲转丙，丙转庚，庚转癸，子丑之交，辰巳之交，午未之交，风雷是一变，山泽是一变，水火是一变，乾坤相击，震兑相击，离巽相击，三增而成五，五增而成九，对吧，太师叔？这独孤九剑的口诀，你学过吗？徒孙没学过，徒孙也不知道这叫独孤九剑啊。你没学过，那怎么会背？太师叔刚这样念的。你记性这么好，那就有办法了。你听着，独孤九剑的第一招总诀式有种种变化，用以提演这篇总诀，线下且不盲学。第二招是破剑式，用以破解普天下各门各派的剑法，线下也不盲学。第三招破刀式，用以破解单刀、双刀、柳叶刀、鬼头刀、大砍刀、斩马刀。田伯光使的是单刀中的快刀法。今晚只学专门对付他刀法的这一部分。哇，这独孤九剑如此精妙，徒孙还真是闻所未闻啊！这第三招就是以轻御重，以快制慢。田伯光的快刀已经是很快了，但是你要比他更快。你现在年少，比他快很容易，但是胜负就很难预料了。至于我这老头子，又要比他快，那就很困难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出的是什么招，你比他出手更快。他手一动，你的剑已经放到他要害上了。你想想，他的招数怎么使得出来呢？那就是料敌先机的法门了。当然了，我现在就是要教你料敌先机的法门，可以制服田伯光的快刀。跟我来。料敌先机。来，老板结账。好嘞，慢走啊，两位。两位再加点点心啊，不用。两位客官是吃饭呢，还是住店？掌柜的，向你打听个人，这2天可有一位姓丁可人住在这里啊？哦，在外面那间。奇怪，风不平，程不由这2个剑宗余孽，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10几年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在华山脚下出现呢？还有，那屋里面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呀？跟着他们，一切就明白了。怎么样，太师叔？我耍的怎么样？只是时间太匆促了，你已经学得不错了。多谢太师叔。哎，太师叔，徒孙有一事不明，为何这剑法的种种变化，竟是进手招数，只攻不守？独孤九剑有进无退，每一招都是进攻，你的敌人只能退守，自己就不用去守了。创这套剑法的老前辈叫做独孤求败。你想想，他的名字叫求败，穷一生，求一败而不得。他使这剑法天下无敌，又何必要去守？要是有人让他回剑去守，他自然会心花怒放，喜不自胜了。这位前辈仗剑江湖，无敌于天下，连找个能接他一招的对手都难，委实令人可敬可佩。等田伯光一走，我定要求太师叔教我这门剑法。
令狐兄，天亮了，睡醒了没有？快出来啊！你出去跟田伯光对打，让他替下华山。是，太师叔。天兄啊，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我决定呢。别说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我田伯光已经够能耍赖的了，没想到你比我还能耍赖。你想打是不是？好，我陪你打个够。好，天兄，你别哭了，你再哭我也跟着哭了。我陪你打，我陪你打好吗？好，别哭了。风清扬老前辈剑术如神，当世无人能敌。臭小子，恐怕今后我是赢不了你喽。哼，算了，田兄，之前你有好多机会都可以把我给杀了，可是你没有那么做。这一次啊，就算我还给你的。哼。不过呢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说。我风太师叔隐居山林多年了，我呢不希望他被外人打扰，所以我希望他的事情啊，你不要向外人泄露半句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够爽快！臭小子，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你听好了，没完。我等你。好。太师叔救我一命，又传我上乘剑术，大恩大德，永生难忘。起来！谢太师叔。你离上乘剑法还差得远。太师叔，徒孙斗胆，想请太师叔把独孤九剑所有招数全部都传给我。你要学独孤九剑，将来不后悔？怎么会后悔呢？赶集还来不及呢。好，那我就传你。独孤九剑要是不传你，几年以后这套上乘剑法将会失传。田伯光不会就此罢休，他一定会重来，即使重来，也会在半个月10天以后。到时候，你于武功胜过他，诡计阴谋也胜过他，那你就不用怕他了。我们时间还很充裕，我们从头学起，扎好根基。好，多谢太师叔指点。独孤九剑，第1总诀式，第2破剑，第3破刀，第4破剑。破剑。姐姐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带你来见你最想见的人啊。什么人啊？令狐冲。令狐大哥。我知道，自从在衡阳我们救过他之后，你心中便想着他，念着他，茶不思饭不想的。今天我来，也算是了你一桩心愿。我已经叫田伯光上华山去把他给我抓下来。等他一到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依林，你去哪儿？回衡山。依林，姐姐，令狐大哥已经有自己心爱的人了，而且我是出家人，跟他根本不可能。如果以后你还要这样子的话，我就真的不见你了。依林呀，依林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有机会喜欢一个人，已经很幸福了。有很多人就算喜欢，也不敢说出口，只能默默地藏在心里。你明白吗？人呢？在下无能，没能把他请下来。那你是不想活了呀？哎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当然想活，可我有什么办法啊？我在死鬼崖上求了他好几天，他打死都不下来啊！我这文请不来，武请不动的，我能怎么办？我看你啊，还是把解药给我，
立即告兵吧。思过崖，我是要你来给我送一些肥鸡，还有美酒，明白吗？成。到时候你被罚了，我一定会去看你。不过，我是要吃完了肥鸡，喝完了美酒再去哦。哦，那我要好好珍惜这壶酒了，否则我到时候没得喝了。看来我得自己带着肥鸡美酒去看他了。去吧。解药，解药还没给我呢。哎呦！年轻就是好啊，说学剑就拉着我老人家不睡觉，说睡觉，倒个头就打呼噜。也罢，出来透透气。好俊的轻功，看来不是透透气，还要溜个圈儿。哪里来的小子？轻功不错。你的武功也不错啊，那我这个小子就跟你这个老小子比划起来。小子，我已经封建多年，不想跟你动手，还是罢斗吧。那怎么行？你武功极高，对我来说是个威胁。但是越有威胁的东西，我向来会越有好奇心。年纪不大，心不小，知不知道有些东西碰不得？哼，你年纪很大，但好奇心也不比我小，内功却很精湛，而且剑法之高，世所罕见。好，我被一个年轻人赞美还是头一回。你身法如此高，吃我一剑如何？华山有何企图？不会是跟老夫打架吧？哼，我说我来思过崖是送饭的，你信不信？哎，好了，不陪你玩了，饭都凉了。阵法极其诡异，你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早跟你说了，我是来送饭的。令狐冲，你给我出来！董兄弟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太师说，他是屠村的朋友，曾经救过我的命。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来履行我的约定啊。没想到你真的被关到思过崖来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我只好带着肥鸡美酒来犒赏你喽。不料一来到这里，就遇到这位精通剑术的老人家，
他是你太师叔啊？虫儿，果真是这样吗？不然还能怎样？饭菜都被你弄凉了，一会儿你不许吃啊！董兄弟，不许无礼！我太师叔是前辈高人，我不许你这样说话。算了算了，既然认识，那就无话好说。虫儿，他武功很高，小子，我没有胃口，你的饭菜我蹭不上。你们说话，我休息去。太师叔，屠孙的朋友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可别放在心上。那是当然了，我要睡觉。你太师叔倒是挺有趣的。你还敢说呢？你刚才差点得罪他老人家。我又不怕他，他威胁不了我，我也威胁不了他，我们谁都不怕谁。你武功真有这么高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讲这个了，喝酒去，先喝酒吧。别急呀，我问你，这山洞里面可有坐的地方？躺的地方都有，走了。酒鬼！来，董兄，干一碗。来。董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我哪里得罪你了吗？我说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那你不是男人吗？你不要岔开话题啊！我问你，你不是已经有了你的小师妹了吗？干嘛还去招惹那个小尼姑啊？小尼姑？你知不知道她为了你活得很痛苦啊？啊，你说夷琳师妹啊？她怎么了？就像被你灌了迷魂汤一样，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。现在一心一意就想着你。不会吧？我跟她没什么的。哎，董兄弟，我说你现在为什么突然关心她了？上次在群玉院你还不闻不问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天你走了之后啊，我们差点被嵩山派的人杀死。因为我是他大哥。大哥？结拜的？至亲兄妹啊！我们走散了很多年，直到最近才相认。他过得很辛苦，我欠他很多，希望他过得好，你可以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董兄弟，不过这样更好。你呢？干嘛？你呢？帮我跟他解释清楚，我对他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。我啊，无意间救了他，也只不过是一路通行罢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他喜欢我，我也不想跟他发生任何关系，好吗？果真如此？真的？你不信啊？我们男人哪一个不是朝三暮四的？说的话能信吗？你不信就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指望你相信。做错事情口气还那么大。你说什么啊？我做错什么事情了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喜欢我的小师妹，可是她现在有了林师弟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默默的承受。好了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夷琳师妹她喜欢我，她喜欢我又怎么样？她喜欢我，我就要喜欢她吗？为什么我自己的事情就要默默承受，别人的事情都有别人帮她？怎么你的小师妹不喜欢你了？其实夷琳不错的，我看你们不用再说了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的，更不能取代。我又不是故意要刺激你，我也不知道你的事情，我只是希望我的妹妹可以快乐一点啊。算了，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这样吧，等我面壁完之后，再陪你下山，跟夷琳说个清楚。我相信，他应该不是不讲情理的人吧？那你要面壁多久呢？哼，还早着呢。师父罚我面壁1年，现在连半年都不到。要半年这么久？那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带你走。董兄弟，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我打不过你。不过，你用强逼的办法带我走，我是不会跟你下山的。哼，这事情岂能由你做主？必须得我做主，我不能违背门规。如果董兄弟真的不顾情义的话，那我也无话可说了。那
我可不管，我现在就要带你下山跟夷陵解释清楚。好，如果董兄弟硬要相逼的话，我令狐冲，我有意思。你，哎，反正我烂命一条，你自己选择。看你是要等我面壁完之后呢，还是要带一个死的令狐冲下山？你自己选。哎，来嘛！哎呀，别玩了，董兄。啊，你看，酒也喝了，菜也吃了，对吧？天色也不早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如果你以后还想来看我的话，我随时欢迎，好吧？嗯。啊，杜兄弟啊，你躺我床上做什么？那我不逼你了，你一日不下山，我就在这睡一日。杜兄弟，你令狐冲一日不肯，董伯方为一睡。我给你选择吧，看你是要允许我睡在这儿呢，还是受不了自己下山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床太小了，你睡地板吧。怎么了，杜兄弟？你怎么会睡在我旁边啊？哎呀，两个大男人睡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啊？干嘛嘛？干嘛？我不习惯跟人家一起睡。这里只有一张床，下面又那么冷，你真的忍心让我睡下面啊？你就将就点了。干嘛呀？不能将就，我是客人，你让我滚下去。什么客不客人呢？咱俩不是兄弟吗？睡吧，快睡吧。我宁愿冻死，也不要跟猪一起睡。你骂我是猪？是你自己说的。你干嘛？想打我？你打得过我？喂，吃点东西吧。这火是你生的？是啊。我骂你，你还给我生火？没办法了，谁让你曾经救过我的命？我令狐冲这个人啊，一向是恩怨分明的，我怎么忍心让我的恩人冻死呢？好了，我练剑去了，你自便吧。怎么了？哪里不对了？你这套剑法极为神妙，我刚看出了些门路。刚才你那几招，似衡山剑法，非衡山剑法；似华山剑法，但其中又夹杂了嵩山、泰山的剑招。如此出招，倒像是完全没有招式可言。哎，董兄果然眼光独到。我刚才确实是随意耍的，没有招式可言。可是啊，我还是抛不开一些固有的剑性。你这门剑路我虽然不熟，但以其妙处推想，应该是敌愈强则剑强。如果说敌人武功不高，那么你这剑术的精要处还是完全运用不上。如果说敌人武功高的话，才能够将你这剑术种种精微之奥妙，完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董兄说的没错，可是在这里又没有人跟我过招，嘿嘿，除非董兄你肯让我给你喂招啊？可以吗？看在你为我生火的份上，便宜你了。